停火条件提出，伊朗战争即将结束。想要结束一场战争，有时候比发动一场战争还要难。就在这几天，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表态像坐过山车一样前后矛盾，一会儿说战争很快结束，一会儿又说已经赢了，而且一直赢。但诡异的是，仗打到现在，谁也没看到和平的影子，反而是伊朗开出了停火条件，狂妄的像是在要求美军投降。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实施怒火行动，真的把伊朗打服了吗？在这场各怀鬼胎的博弈中，特朗普到底在盘算什么？我们先来看看特朗普最近这几天到底在媒体面前释放了什么信号。总结起来就一个字：赢，而且是赢麻了。特朗普在接受 CBS 采访时表示，我们已经击败了伊朗，他们已经一无所有。他甚至对 Axios 新闻说，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被攻击的目标了，我想什么时候结束它就会结束。听起来是不是特别霸气？好像美军已经把伊朗按在地上摩擦了。甚至特朗普还豪言，我们在开战的第1个小时就赢了。他概述的4个军事目标：摧毁导弹工业、歼灭海军、削弱代理人、阻止获取核武，他认为都已经基本实现了。但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如果我们把目光从白宫的新闻发布厅移向硝烟弥漫的波斯湾，就会发现剧本根本不是这么演的。特朗普说，我们已经摧毁了他们所有的船只，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非常好。但现实是，就在这短短的24小时内，霍尔木兹海峡就有3艘船只遭到了袭击，其中1艘泰国散货船甚至在阿曼以北海域被无人机炸得人员失踪。特朗普曾信誓旦旦地说，美军会护航这些商船，但结果呢？美军没来，伊朗反而通过封锁海峡，成功的把国际油价推上了天。这就非常有意思了，油价一涨，谁最开心？俄罗斯的石油收入因为这场战争大幅增加，美国自己的原油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商也赚得盆满钵满。感情打来打去，只有欧洲和那些依赖进口的国家在挨刀。为了应对油价危机，国际能源署32个国家不得不紧急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。这可不是什么处境非常有利的信号，而是全球经济被拖下水的警报。更让美国头疼的是他那些中东小弟们的反应。过去24小时，阿曼的石油仓库被炸，巴林、科威特、卡塔尔、沙特、阿联酋，几乎所有海湾国家都遭到了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袭扰。按理说，老大在前面打仗，你们被打了总得还手吧？结果呢？这些富得流油的国家竟然没有做出任何对等的反击，他们只是默默地开启防空系统，被动挨打。既然大家都打累了，惹了一身骚，那就坐下来谈呗。据传，美国确实通过阿曼的调解人向伊朗发去了停火谈判的信息，但佩泽西奇扬的回复却强硬的让人啧舌。只要以色列存在，我们就不接受任何谈判。甚至伊朗总统和革命卫队强硬派还开出了一系列堪称离谱的条件，要求美以赔偿战争损失，承认伊朗发展完整核燃料循环的权利，解除所有制裁并解冻资产，保证不得袭击伊朗的代理人，甚至要求美国撤出在中东的军事基地。这哪里是停火条件，这分明就是要求美国和以色列签一份投降书。谈判的艺术虽然是漫天要价，但伊朗敢开出这种条件，底气在哪儿？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给出了答案。尽管美军精准打击了5000多个目标，甚至这是自伊拉克战争以来最猛烈的空袭，但伊朗的领导层依然稳固，不会立即垮台。特朗普开战第1天清除哈梅内伊，压住伊朗政权崩溃的算盘彻底落空了。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花了113亿美元，而且开销还在像滚雪球一样暴涨。以色列防长卡茨还在叫嚣，不设时间限制，直到彻底赢得战役，而美国军方则在准备至少2周的持续空袭。但对于特朗普来说，他的选择已经不多了。更迭伊朗政权这个目标已经被美以抛弃了，继续打下去，国际舆论压力、油价危机、盟友动摇，每一项都在消耗美国的国力。最大的可能就是特朗普会借坡下驴，单方面宣布目标已经实现，强行宣布胜利，然后把战争转入长期的制裁和封锁。但是，一场没有打服对手的战争，真的能叫胜利吗？伊朗的代理人网络还在，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还在，这场仓促收尾的实施怒火，或许不是中东乱局的终点，而是下一场更大风暴的序章。好了，本期关于美伊冲突收尾阶段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。你认为特朗普会顶住压力继续打，还是会强行宣布胜利，早早收兵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硬核观点，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